在很多场合，当我们讯息不足的时候，你会做出从众的行为吗？对于刚才几个我们的提问，如果你的答案都是 A， 或者是至少有好几个选 A 的话，那么表示你在这些的情境里面，至少展现了在我们这个单元所要谈的从众行为啊，英文称之为 conformity 啊。那从众的行为啊，这个研究啊，其实也是早至几乎是半个世纪之前哈，1950年代跟1960年代。在美国很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Solomon Asch 他有一些经典的实验来展现出来说，我们在一些群众或者群体的压力之下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或者是改变自己的行为，跟着大家做的一样这个称之为从众的行为。那么在他的这个经典的实验里面他实际上是做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看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知觉的比对的这作业，也就是说受试者会看到在他的眼前有一条线段有一定的长度，然后你要把这个目标的线段跟在3个选项当中然后来做一个配对，看哪一个答案是跟我们这个目标的线段是一样的长度的那他们之间的那个差异非常的清楚所以不会说因为很难判断而做这个选错可是大家从下面这一段影片就会看到说当你处在一个社会的情境，就多人都在一起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面对这个看起来觉得不是正确的答案你却会跟着大家一起做出这个非正确的这个回答。 Only one of the people in the group is a real subject, the fifth person with the white t-shirt. The others are confederates of the experimenter and have been told to give wrong answers on some of the trials. The experiment begins uneventfully as subjects give their judgments. 2, 2, 2, 2, 2, 3, 3, 3, 3. But on the third trial, something happens. 2, 2, 2. 2. 2. The subject denies the evidence of his own eyes and yields to group influence. Asch found subjects went along with the group on 37% of the critical trials. But he found through interviews that they went along with the group for different reasons. 1. 1. They must be right. There are 4 of them and 1 of me. 1. This subject's yielding is based on a distortion of his judgment. He genuinely believes that the group is correct. 1. 1. 1. 2. 1. 2. 2. 2. I know they're wrong, but why should I make waves? 2. In this case, the subject knows he is right, but goes along to avoid the discomfort of disagreeing with the group. Here, the distortion is at the level of his response. 2. 2. 2. 2. In the previous experiment, the naive subject stood alone against the group. In this variation, Asch gave the naive subject a partner, here seated in the third position, who also gives the correct response. 1. 1. 2. 1. 2. With a partner, yielding drops to only 5% of the critical trials compared to 37% without a partner.
好，所以大家看了这个影片就知道哈，当你如果是也是跟这个当事人一样，我们受试者一样，放在那样的情境之下，你大概会觉得有蛮大的从众的压力，说要跟大家做出这个不是正确的选择。好，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降低或甚至打破这样的从众的行为啊？因为在他原来 Solomon Asch 的实验发现，大概至少有75%的这个受试者都会屈服于这样的一个从众的压力，而做出不正确的这个回应哈。那要降低这样的一个倾向啊，他的发现是说，有的时候只要在这个群众当中有一位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啊，那这个答案呢，甚至不需要是正确的答案，都会让你是当事人，就可以减轻你的从众的压力哈。虽然他讲错了，但是 that's okay。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也可以比较自由的，不趋于这个群众的压力，讲出我觉得正确的答案。这种从众的压力就可以从32%降到6%啊。那另外就是说，只要有人这个发出一些不平之鸣，或者他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意见来表达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身为这个群众的一份子，也会觉得说可以减轻你的这种从众的压力哈，你也可以跟着，你不见得也要同意那个异议者的这个想法哈，但是呢，你也可以减低你的从众的这个压力哈。那从众这个行为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哈，甚至有一些实验显示说我们用一些字眼甚至一些图片，那这些字眼或者图片在鼓励着或者是稍微的推一下，让这个受试者来从这个比较从众的角度来做反应的话，他们也会做出从众的行为啊。比如说我们在他看的这个字的词汇里面，我们用这个遵守啦、一致啦、服从啦等等哈，而不是用说挑战啦、对立啦，或者是跟大家不同等等哈。你就发现，在前者的情况之下，也会提高所谓从众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哈。甚至我们可以用一种无意识的那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比如说类似像激发的这个实验哈，或是让情境当中有一些这个特征呢，来鼓励你的从众的行为，也可以，即便是当事人并没有非常有意识的察觉到，也会呢促成从众行为的发生哈。那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这种 conformity 哈？因为很多在众人这个情况之下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能是有讯息上的这个差异哈，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其他的人掌握的讯息比我们更完整、更正确，所以呢，我如果真的不是很确定这个情况对我来讲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不如就跟着大家那个看起来比较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境的人哈，这是在讯息上的落差，这种讯息性的社会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种是我们称之为规范性的社会影响。这规范性的社会影响就是说，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团体或者新的一个社群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展现出来这个团体典型的行为，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被喜欢，或者是被赞许，或者被接纳哈。英文讲的说 ，we go along to get along。go along 就是说跟着大家一起做，像是从众；get along 就是被接受、被接纳、被称许哈。有在这样的一种经常我们看到众人的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从众的压力，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外台湾的社会逐渐的高龄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成为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你的年龄越大你的经验越多，你可能反而相对的受到这种社会规范的压力的影响，可能要比年轻的这些族群要来得小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在比较高中青少年的阶段，跟现在到了这个大学或甚至以后年龄更长的时候，这种规范性的社会影响产生的从众行为可能就会相对的减少。